震惊的不只是界善仙，还有灵氏之主等人。阻断祖令之力，相当于违背先祖命令，乃是大不敬。况且这件事正常来说也根本无法做到才对，可界天然确实做到了。我既做了府主之位，便容不得任何人插手圣府之事。界天然开口，给出了他阻断祖令之力的理由，旋即又道：善仙大人，你既已然离开，又何必回来？既回来了，便说明你还当自己是圣府之人，既是圣府之人，又怎敢违背我之命令，去向着外人？莫非你是要叛府？叛府可是死罪。界天然道：叛府，好大一个罪名！你处事不公，以私心掌控七界圣府，如今更是违背祖训，断祖令之力。你口口声声为圣府，但所行之事皆因私心，你简直是七界圣府的毒瘤！界善仙怒骂道：辱骂府主，罪加一等。界天然平静的道：界天然，你真以为你阻断祖令之力，我便奈何不得你了？你还真以为这七界圣府你就一手遮天了？我界善仙能得祖令，靠的可不只是资历，就算没有祖令，今日我也要替七界圣府清除了你这颗毒瘤。界善仙收起祖令，紧接着长袍舞动，是磅礴的结界之力释放而出，充斥这座大代拟。灵氏之主等人顿时脸色大变，那股气息远在他们之上。三品天龙界灵师，这是界善仙之前的修为，如今彻底已经恢复，但他还具备逆战一品的战力，他的真实战力达到了四品天龙。可就是这样的结界之力涌向界天然的时候，界天然的眼中却未泛起一丝不安，反而道：不仅向着外人辱骂府主，如今还要对府主动手，这罪上加罪，死罪可就坐实了。界善仙没再多言，而是法诀变化，磅礴的结界之力化作数条巨龙向界天然攻了过去。面对如此攻势，界天然的嘴角却扬起一抹微笑。轰隆隆隆，云层之上那座宫殿一阵摇晃，哪怕在外面也能感受到强大力量渗透而出。只不过那动静并未持续太久，晃动的宫殿便停了下来，而宫殿内则充斥着绚丽的结界之力。但交锋已经停止，界天然安然无恙，界善仙则浑身是血，倒在地上。在他的四周还散落着一些散发远古气息的兵刃以及宝物，眼下那些兵刃以及宝物都被一层结界之力封锁，那是保护这些兵刃以及宝物的结界之力。只是那明明是界善仙拿出来的宝物，可保护那些宝物的结界之力却是来自于界天然。界天然走到界善仙身前，一脚踩在他的腿部，咔嚓一声，直接将其腿部踩断。但界善仙并未发出哀嚎，他的眼中尽是愤怒与绝望。愤怒的是他无法战胜眼前之人，绝望的是七界圣府如今归这样的人掌管，迟早走上绝路。界善仙，念你曾为圣府立下汗马功劳，老夫暂且留你一命，可叛府之罪不能罚。个人很想放你一马，可身为府主却只能秉公执法，你莫要怪老夫。说话间，界天然掌心翻转，一道血红色的结界阵法盘踞在其掌心。仔细看来，那阵法似是生灵一般，拥有着渗人的血盆大口。府主大人，见此情形，灵氏之主以及几位圣级长老也是赶忙开口，要求情。界天然微微抬眼，目光冷冽。看到界天然的目光，那几位圣级长老吓得不敢再言，只是低下了头。灵氏之主也面露犹豫，可最终还是开口，只是他的声音都在颤抖。府主大人，善仙大人毕竟是我府前辈，与界灵仙王大人关系也是极好，何况如今远古种族虎视眈眈，我七界圣府也需要强大战力，以善仙大人的实力，绝对是。话到此处，他声音颤抖的连话都说不出了。他是何等人物？乃灵氏之主，掌管七界圣府的灵氏一脉，论身份地位，在七界圣府凌驾于圣级长老之上，也算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是见过大场面的。可此刻看着界天然那越发冷冽的目光，他却连为前辈求情的勇气都逐渐丧失，最终竟未将话说完，而是与圣级长老一样，也默默低下了头。见其不再多言，界天然也不理会，而是猛然间将那阵法的手掌按在了界善仙的腹部。界善仙面容扭曲，被踩断腿都未曾皱眉的他，此刻却是痛得龇牙咧嘴，不知是何种疼痛，但转瞬之间他已是痛得汗如雨下，连惨叫的声音都变得嘶哑。某种强大的力量正顺着他的身体涌入界天然的掌心之中，最终空间扭曲，就连他的整个身体都被吸入了界天然掌心的阵法之中。这些宝物跟了你也是浪费了。界天然起身，大袖一挥，将地上的兵刃以及宝物全部收入了自己的乾坤袋之内。界善仙回来，你们早知道吧？界天然问。府主大人，我们也是刚刚知道，
单仙大，借单仙，借单仙他询问我们关于借冉清和楚风的事，我们也都是如实来说，毕竟他向外人打听，也能打听得到，我们绝对没有添油加醋，未曾说过半句对府主不利的话。林氏之主以及圣级长老说话的时候紧张不已，毕竟连战力达到4品天龙的借单仙，在借天染面前都没有还手之力，可见他们这位府主的真正实力到底是多么的深不可测。别这么紧张，老夫也只是询问，你们都是我7届圣府的骨干，老夫是信任你们的，你们回去吧。借天染此话一出，那几位赶忙施礼告退，可就在他们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借天染却再度开口，对了，借单仙的事先不要对外说，府主大人请放心，我们绝对守口如瓶。几人连连保证。走吧。借天染挥了挥手，几人这才离去，只是走出去的时候腿都是软的。他们是真的没想到借天染敢对借单仙这种身份的长辈下此毒手，也是真的害怕自己被借单仙所牵连。不过好在借天染并没有降罪于他们的意思。那几位走后，借天染也是离开这座宫殿，向着秘境深处飞掠而去。那里有连借单仙都无法到达的地方。